大家有没有发现最近的国际新闻有一种让人窒息的即视感？在阿拉伯海，一架 F-35C 刚刚在航母上空扣动了扳机。在加勒比海，世界最大的核动力航母正在进行一场跨越200天的马拉松部署。在欧洲的北约东翼，M270多管火箭炮群正在进行最后的合体验证。而在五角大厦的密室里，一份关于乌克兰生存与毁灭的3阶段计划正悄然摆上桌面。你可能会觉得这些只是日常的军事新闻碎片，但火力军今天要告诉你，如果你把这些点连成线，你会发现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真相。这个被称为美国的超级国家正在进行一场人类战争史上从未有过的全球大行动。它不再满足于当一个被动的守门员，它正在重新定义2026年的战争规则。从雷射武器到远程精准弹药，从无人机蜂群到倾斜旋翼机突击，美军这连串反程的高强度的动作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终极目的？它到底是在贺阻一场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还是它已经在为一场我们所有人都不敢想象的清场行动拉开序幕？今天火力军要为大家拆解这场全球大行动背后的冷酷逻辑，去揭开美军到底想干什么的终极谜底。精彩信息马上开始。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发生在2月3日的惊险一幕。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正式证实，一架伊朗的见证者139侦察无人机以极具侵略性的姿态逼近林肯号航母。当时林肯号正航行在距离伊朗海岸约800公里的国际水域。面对这种挑衅，美军没有像往常一样只进行电子干扰，而是直接起飞了一架 F-35C 舰载机，在空中将其凌空打爆。随后不到几个小时，伊朗革命卫队又在荷姆兹海峡对悬挂美旗的史甸纳帝国号油轮发难。这一次，美军驱逐舰麦克福尔号在空中的轰鸣声中迅速介入，后续发展有待进一步披露。但这完全可以看作是一场标准的前哨战。特朗普虽然表示希望能与德黑兰沟通，但他同时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如果谈不拢，糟糕的事情就会发生。可见，这不仅仅是一次拦截行动，而是一个超级国家在向整个中东发出的最后通牒。他在告诉对手：我的耐心已经耗尽，我的航母已经就位，而且我已经准备好用最先进的武器来处理最卑微的威胁。当然，口头威慑不如实际行动来的有效。为了进一步展示这种随时随地的打击实力，美军让另一艘海上巨兽福特号在遥远的加勒比海创造了一项惊人的记录。这艘排水量10万吨的世界最大核动力航母，目前已经在海上连续部署超过了223天。它的航迹从寒冷的北极圈一路延伸到波涛汹涌的地中海，再到现在的加勒比海。就在近日，福特号甲板上空上演了一场让人血脉喷张的编队低空冲场。其中第8舰载机联队的7架 FA-18 超级大黄蜂与预警机组成的编队以极低的高度掠过甲板。这不是在庆祝，这是在向全球的潜在对手发出一个无声的信号。在高强度跨战区长达半年的极限部署下，美军的航空作战能力依然维持在满血状态。据悉，这支第8联队曾拍过经典电影《The Final Countdown》，甚至曾击落过利比亚的苏式战机。现在美军发布这组影像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怀旧，它是在向全球展示福特级航母作为新一代核心战略资产的后勤韧性。连续执勤223天是什么概念？意味着福特号航母在过去的半年多里始终保持着1秒开战的高强度状态。这种跨区域无缝衔接的部署能力，确保了超级国家的拳头永远不会因为距离而变软。它不需要在每个港口都驻军，它只需要让它的移动国土在全球海洋上像幽灵一样随机出现。如果你觉得美军航母已经够恐怖了，那么陆军正在进行的接触转型计划可能会让你更加不安。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最近被频繁提及的术语 MBCT， 也就是机动旅级战斗队？最近美军正计划将全军25支传统的步兵旅全部转型为轻快狠的 MBCT 新物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拥有传奇色彩的美军第10山地师。该师的第2机动旅目前已经正式部署到中东，支援坚定决心行动，誓言歼灭反抗组织残余势力。这也是该旅转型为机动旅以来首次的作战部署。那为什么美军要放弃稳扎稳打的重装思路，全面转向机动旅呢？第10山地师第3旅的旅长格洛内克上校给出了一个数据答案，那就是在演习中，美军现在有90%的任务是依靠无人机协助观测，结果是用弹量减半，杀伤力却整整提升了3倍。这种转型意味着美军步兵不再是背着步枪的士兵，而是操作数据终端的猎人。他们配备了大量的多功能侦察连、无人机群以及新型的 ISV 步兵班用车辆。与此同时，美军最精锐的101空降师最近也不玩跳伞了，开始了惊人的改变。据悉，为配合陆军 MBCT 的高速节奏，他们在致命之鹰演习中首度大规模改搭速度更快的 ML2B 鱼鹰轻转旋翼机。
他们在为接装未来巡航时速514公里的新一代突击机 MV-75 做准备。大家请记住这组数据：时速514公里，航程1480公里，这比现有的 UH-60M 黑鹰直升机快了将近1倍，跑得远了2倍多。101空降师的官兵直言，这简直就是空中突击 2.0。可能在未来，美国这个超级国家不需要昂贵的运输机来跨海部署直升机，他们可以直接搭载这种轻转旋翼机，横跨半个大洋直接发动突击。这种点对点的超高速投送能力，让对手的防御纵深在瞬间缩小为零。美军追求的是在对手刚刚收到警报的时候，刺刀就已经抵到了对方的喉咙。当然，在追求速度的同时，美军也没有忘记火力的延伸，他们要让每一名士兵都能在防空圈外狩猎。现代战场上，直升机和火炮最怕的就是对方的防空系统，那简直是飞蛾扑火。但美军海军部在上个月底签下了一份价值8620万美元的合约，彻底改写了这个逻辑。他们为陆战队的 H-1Z 蝰射直升机配备了全新的远程精准弹药。这款弹药让直升机不需要靠近敌方的防空火网，就能在几十公里外精准斩首。这就是美军现在疯狂推崇的分散式作战，其核心是让每一个战术单位都变成一个远程狙击手。你不需要冲进敌人的阵地，你只需要在对方打不到你的地方按个按钮，一切就结束了。这种不对等杀戮，正是美军对抗所谓先进对手的杀手锏。与此同时，在欧洲方向，美军第41野战炮兵旅也完成了 M270 多管火箭系统的合体验证。他们成功将传统火炮与 M270 系统无缝衔接，构建了一张覆盖纵深300公里的火力网。可见，美军正在通过集成火力思维，让北约东侧的防线具备物理隔离威胁的能力。用实际行动告诉对手，你的指挥所、你的后勤节点都在我的点名清单上。但这种高精度的精确打击非常烧钱，所以为了应对未来的饱和挑战，美国还准备了一手烧钱到离谱的黑科技。这就是今天这场大行动中最科幻的部分——雷射与无人机系统。洛马公司最近在财报会上低调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消息：美军伯克级驱逐舰普雷贝尔号装备的 HELIOS 雷射系统，去年成功击落了4架无人机。这套60千瓦级别的定向能量武器，每次射击数秒的能量成本竟然只需要1到5美元。大家请品味一下这个数字，1到5美元，这比一发子弹还便宜，却能打掉造价数万甚至数十万美元的无人机。美军甚至正在考虑安装功率达1兆瓦级别的太阳之火，专门烧毁敌方的卫星或导弹。与此同时，雷神公司与 DARPA 正在开发拖曳卫士计划，这是一种由母船供电、用缆绳连接的细流无人机。它不需要电池就能24小时漂浮在空中，充当军舰的第3只眼。这让那些缺乏自卫能力的物流船和补给舰拥有了全天候广域的态势感知。这就是美军的战略，它不仅要比你快、比你准，还要比你省钱。美军正在构筑一个全透明且低成本杀戮的体系，它要让任何试图用低成本无人船、无人机来骚扰美军的行为都变成一场赔本生意。这一切大动作的终点，其实都汇聚到了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地点——中东。影片讲到这里，我们必须直面那个最危险的信号。目前美军已经在中东布下了层层叠叠的防御矩阵，不仅有8艘具备拦截能力的驱逐舰，常驻约旦的 F-15E 猎杀小组，还有五角大厦额外调动到科威特、巴林、沙特阿拉伯与卡达的萨德和爱国者防空系统，以及从加勒比海直接调派的6架 F-35战机。白宫发言人凯利说，特朗普总统不希望动武，但他保留了所有选项。或许这就叫极限施压，把刀架在你脖子上，请你谈协议。目前，特朗普已经要求伊朗在为时已晚之前达成协议，否则那支已经关闭应答器、幽灵般潜航在波斯湾附近的林肯号大型舰队，随时会变成毁灭一切的火海。而伊朗方面也发出了针锋相对的警告。伊朗准将谢卡尔奇说，如果有人敢向我们的领袖伸手，我们不仅会砍断他的手，还会点燃他们的整个世界。伊朗总统佩泽希奇扬也正式回应，任何对领袖的攻击都意味着全面战争。这是一场关于极限施压的博弈，也是超级国家重新定义区域规则的过程。特朗普要让德黑兰明白，你的浓缩铀、你的导弹，在我的海空一体化面前只是筹码。这场博弈的背后，反映出超级国家对秩序的一种极致追求，那就是我可以不开火，但我必须随时拥有在72小时内将你物理抹除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美军在处理中东危机的同时，对乌克兰的保障也变得冷酷且实际的原因。根据《金融时报》的消息，北约对乌克兰的安全保障已经细化到了极致。这是一套极其冷酷且具备高度参与感的3阶段计划。第一阶段，24小时内外交警告，由乌军自行抵抗；第二阶段，48小时内若冲突持续，英、挪、冰岛等自愿联盟参与回应；第三阶段，72小时内若升级为大规模入侵，美军将正式参与军事回应。
美军甚至提出要在长达1400公里的战线上部署最高科技的监控设备，听起来非常有保障，对吧？但乌克兰人现在非常清醒，他们不再信任任何条约，毕竟有布达佩斯备忘录的前车之鉴。乌克兰政府已经意识到，真正的安全保障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也就是一支装备精良、有较多弹药储备的强大军队，而这必须获得北约，特别是欧洲的持续支持。这就是为什么俄乌双方虽然在特朗普的主导下谈判，但心里各怀鬼胎，大家都在等待，看谁会因为无法承受代价而彻底崩溃。这是一场关于独立与依赖的博弈。北约秘书长吕特已明确指出，乌克兰的和平绝对不是靠签几张协议或者单方面的妥协就能换来的。乌克兰的和平必须伴随着北约的地面部队、先进战机以及强大的海军支援。节目到这里也该和大家说再见了。火力军想说的是，美军近期一系列军事行动其实是一次极限武力展示。那么美军到底想干什么？很简单，他想在你还在思考怎么入关时，就已经完成对未来30年战争规则的垄断。他想在不开火的情况下让你感到呼吸困难，他想在开火的那一秒让你连求饶的机会都没有。大家觉得这场在中东边缘徘徊的危机会以一场协议结束，还是一场大爆炸？吕特的地面部队辱无论会不会成为2026年最大的黑天鹅事件？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见解，我们一起深入讨论。如果你喜欢火力军的视频，记得订阅、点赞、分享并开启小铃铛。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